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3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要发动一场新文革；第二个，经济坏到不能说了；第三个，政府规定孩子网游每周3小时啊。那么我先讲后面这两个题目。把剩下的时间，主要的时间来讲，第一个题目就是习近平要发动一场新文革啊。那么先讲经济坏到不能说啊。8月27号，网信办宣布，即日起，针对商业网站和自媒体财经信息的进行专项整治啊。那么重点的整治对象就是财经自媒体啊。那么主要是公众号啊和财经自媒体公众号平台和商业网站的财经板块，当然还有就是财经资讯平台，主要是全部都是根据财经有关系啊。那它重点打击八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妄议啊，妄议是习近平发明的啊，妄议就是你不能够乱讲，你不按照我讲的讲就叫妄议，我让你怎么讲，你就要怎么讲，你不按照我讲的来讲就是妄议，包括什么经济政策，包括宏观经济数据，包括这个金融市场的走势，包括中国经济发展啊。你说经济发展往下走不行，你是唱衰我，你必须唱好啊，唱好。经济市场是股市下跌不行，你得讲股市上升啊。然后就是各种啊，第一个是妄议，第二个就是解读，你不能解读啊，不能够抢热点，不能乱解读。我不想你解读的部分，你不能解读，就是我不想说让大家看到的部分，你不能讲出来啊。第三个就是不能讲小道消息，也不能够揭秘，也不能爆料啊。第四个呢，就是你不能乱引用其他的新闻来源，你只能引用新华社、中新社官方媒体，官方媒体没有说的，你不能引用啊。第四个，不能起惊悚的、耸动的这个标题啊。第五个就是你不能够乱预测、乱分析啊，就叫黑嘴，你不能有黑嘴。黑嘴是什么？黑嘴除了就是白嘴，就是白嘴就唱好，黑嘴就是唱衰啊。然后就是负面消息，炒作负面消息。什么叫炒作负面消息？把5个负面消息放在一起不行，你得把5个负面消息虽然都要报道，分散在版面的各个方面，看不出来就炒作啊。然后就是什么恶性事件，你不能让大家有焦虑，你不能让大家有悲情，你不让大家恐慌，你得说好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经济已经坏到不能说的地步了，这就是结论。什么时候不让大家说？只有一个情况就不让大家说，就是形势非常的坏。坏呢，当你坏到一个临界点，很脆弱的时候，一说它就崩了，所以他不敢说。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各地开始采取措施抓啊，就动手抓。现在的方法就是前面有个政策，后面有动作，动作抓什么呢？第一个抓谁呢？抓深圳，深圳有个叫黄生看金融的这个大 V，这个大 V 有500万粉啊，财经大 V 叫黄生啊，这个人叫黄先生，就黄生，广东话叫黄生。然后他而且这哥们儿厉害到什么地步？这哥们儿厉害到吸收这个投资啊，叫洗头网，他搞了一个洗头网，洗头网这个获得投资已经达到了13亿啊，炒股票，洗头网。然后对于黄生5月份以来就是第一5月限制出境，7月份抓，8月份正式逮捕啊，这就宣布8月27号宣布正式逮捕啊。这是一个留到8月27号宣布正式逮捕，7月份就抓了。很多事情中共就是这样啊，
玩政治，中共喜欢玩政治啊。另外一个就是牛散方义忠啊，方义忠就是浙江金华，也是抓，他在哪抓呢？在广州天河抓说他是黑嘴说他黑嘴，然后就是操纵股票，他们都有个特点，就是用这个公众号，用微博来吸收粉丝吸收粉丝，然后通过吸收粉丝呢，然后再来炒股票，你把钱给我，我帮你炒就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私募大 V 徐晓峰徐晓峰也是将近500万的大粉，也抓也是炒股票，叫私募那当然，徐晓峰在7月6号发文说他有一个基金产品暴亏40%，出了一个大雷，遭遇连续大跌大体上就是这样，我不详细展开讲就是他其实是在7月份网信办针对自媒体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清理整顿清理整顿就是封杀大家不要以为清理整顿什么好东西，就是清理整顿就是封杀自媒体在封杀自媒体的过程当中，发现经济形势越来越烂，而自媒体他最害怕，中共最怕自媒体，为什么？人数众多，迅速爆红，还没有说服教育呢，就已经惹事儿。所以自媒体，中共最害怕自媒体，他一点都不害怕这些传统媒体，也不害怕这些平台，平台上去派2个人1个月搞定，但自媒体哪一个地方蹦出来他不知道，这是一个自媒体害怕自媒体。然后整治自媒体的过程当中，经济实在太坏了，拿出一个专项来针对财经自媒体。其实这次活动的主要整治对象就是财经自媒体，抓3个人，敲山震虎，告诉大家不要讲话，闭嘴，就这意思，没别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国务院新闻出版署8月30号出了一个通知，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这个通知其实就是一句话：1个星期，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3天，青少年就是未成年人、青少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打游戏可以打1小时1个星期只能打这1小时，节假日也就按照这个安排，然后呢，必须网络实名制然后就是不按照这个落实这个网游全部处罚，就这意思去年其实已经19年已经定了一个，但是当时定的原则是这样，法定节假日不超过3小时，其他时间不超过1.5小时，但是并没有严格执行那么这次的意思就是直接把这个时间直接收到了1个星期3小时，超过都不行，就这个地步什么意思呢？你管不好小孩，我帮你管，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共侵犯人权的模式就是用一个冠冕堂皇、政治正确的理由，把他的公权力伸到私域里面来然后就很多人觉得，哎，这挺好帮我把孩子管。大家记住，他可以管你的孩子的网游，就可以管你孩子的其他的事情。当可以管孩子的网游，就能管你的网游。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一下他怎么会管你的网游，能管你的网游，就能管你其他的东西。这就是中共的侵犯人权的模式，就是广东话叫打蛇垂关绳就是沿着手一直往上爬，最后爬到哪里？爬到你的灵魂里面去。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我简单的把这个事儿说一下，这个事儿影响非常的大。我看这个腾讯没怎么跌，因为这个政策还没设计，因为这些网游这个青少年的贡献的钱很少，这还是没有领略到中共的厉害
他可以管青少年，就可以管不是青少年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没搞懂。好，我们来讲讲这个第一个主题，习近平要发动一场新文革啊。最近呢，关于赵薇的新闻铺天盖地啊。那么作为一个不那么红的明星，其实赵薇已经不那么红，她现在当导演了都。但是你可以看，现在新闻非常集中的对付她啊。那么我一直隐约觉得这里面有某种用意啊。那么，但是也很难理解，因为赵薇，你想一下，这个铺天盖地的新闻，其实背后涉及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是很多的。调动这么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肯定是来自于非常高层的旨意，才会有这么多资源去指向他。尽管在赵薇身上有很多的标签，你比如说当年的这个反日的标签啊，一个是马云的标签，还有黄有龙、许宗衡的标签，还有什么股市啊、什么割韭菜的标签，这些标签全部放在一起。其实你往深里想一下啊，就是说你打赵薇其实没有什么政治成果，为什么？因为这些标签其实都是有结论的啊。你们许宗衡关在牢里呢啊，马云已经打趴下了，你不需要通过赵薇去获得，就是说你打赵薇不会有成果，不会有政治成果，那你为什么要打？你除非说我集中这么多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去打一个东西，相当于干什么？相当于扣动一个扳机，啪一枪打出去，你会有政治成果，我才愿意做这个事。你没有这个政治成果，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有点疑惑，因为当有这么多政治资源在指向一个目标的时候，它一定有政治目的，但是你看不到，政治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成果，可是你看不到这些目的啊。这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如何让一个人社会性死亡》，这是中国青年报在8月25号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杨杰，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没有点名是讲赵薇啊，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作者是在试图分析赵薇的这种遭遇啊，他把它叫做社会性死亡。社会性死亡其实是在这2年流行起来的一种说法，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对一个人的网络，其实是一种网络霸凌啊，网络霸凌行为，就是说针对这个人进行全方位的挖坟。他的解释就是挖坟，就是没有挖不倒的人设，只有不够勤快的锄头啊，就是针对赵薇的这种挖坟行为。这牵动我的思考，就是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对吧？啊，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你想过去半年，习近平不断的搞运动啊，从公司上市到反垄断，从这个经济领域到文化教育，从网络游戏到文艺界、演艺界啊，没有停。从过去半年时间，不断的一个运动一个运动又接着一个运动往外跑啊，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政治化。它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关联？你想，你整治这个滴滴上市有想法，滴滴上市有想法，你跟蚂蚁集团有想法，你可以找到它的关联。但是你蚂蚁集团上市的和教培有什么关联？等等，这一系列的动作，它背后的关联是什么？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的用意是什么？因为这些政策除了打击经济啊、摧毁文化，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这种文革的气味越来越浓厚，而且社会氛围越来有文革化的这种趋势。好，昨天周末，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聊天，
谈到这个话题，是我提出来的。我说我想不理解啊，这习近平到底干嘛？其实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困惑，莫衷一是。核心的矛盾在哪里？这件事情的核心矛盾在哪里？你看，习近平独裁啊，你不能虽然不能说他像皇帝一样拥有天下，但是也差不多了，因为习近平的权力非常大，比毛泽东权力还大。所以呢，呃，你把这些东西全部砸烂啊，每个领域都像打地鼠一样啊，一直在砸，不断的砸，各个领域都在砸。你把这东西全部砸烂，对你没有1毛钱的好处。特别是你想连任，你又想连任，你想干下去，你应该让这个整个世界这个歌舞升平，大家都说你好，你才能够连任。你否则的话，你把事儿全办砸了，你怎么能连任呢？所以这件事情有起码的逻辑上的矛盾。这件事其实在香港是一样的道理。你把香港搞砸、搞翻，对你没有1毛钱的好。你有好多事情要通过香港去办，你把这事情搞翻之后，你在香港的事情，你通过香港想办的事情都办不成，你只会给你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就这里面就有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今天上午一上来，你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感叹号。就我很少在标题里面看见有个感叹号，但是有个感叹号啊。然后这篇文章给出一个说法，让我们开始理解习近平正在或者想要干什么啊。8月29号星期日啊，不是今天，其实是昨天。人民日报的人民网、新华社的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央视网、解放军报的中国军网、光明日报的光明网、中国青年报的中青在线、中新网、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都在重要的位置转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李光满冰点时评，第1073期文章，题目就是刚才我说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当中，正在进行。所有的官方新闻媒体全部转发这篇文章，包括澎湃、界面、观察者、第一财经、南方、长江、大河、湖南新民晚报、鲁网、四川新闻网、云南网、甘肃网、华声在线、大众网、南方都市网、深圳新闻网、金阳网，然后所有的新闻门户啊，新浪、今日头条、腾讯、网易、搜狐，全部转载啊。这当然肯定这就是全网通发，我们所谓的全网通发就是这样。这现在不是全网通发，而是全网上头条啊，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么大规模的行动，肯定是由这个中宣部和网信办统一安排、统一实施的，目的是形成一个非常强势的宣传效应啊。那么这么大的行动啊，显然是由习近平总书记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的，这没有疑问。习近平不做这样的安排，不会有人有这种规模的稿子啊。那当然，习近平安排这件事情肯定有他的特殊的政治目的，政治目的都有一个特殊的政治利益啊。那么这让我想起什么呢？这让我想起1966年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中共就在全国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啊。这篇社论这么说，他说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国家兴起。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啊，他说无产阶级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是这篇社论啊。这篇社论完了以后，同一天，
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的聂元子7个人写的一封大字报，炮轰北大和这个北京市委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席卷全国这是所以由此可见，这篇文章叫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这篇文章非同一般我来念念。文章也不是特别长，但是我不会全念，中间有很多我就不念了。他上来就说，中国娱乐圈一直不缺臭气熏天的猛料。前不久相继爆出吴亦凡、霍尊的乱象，以及张哲灏到日本靖国神社拜鬼之事。近日又爆出湖南卫视主持人钱枫涉嫌强奸他人一事，总让人感觉中国娱乐圈已经烂透了如果再不整治，不仅娱乐圈烂透了，整个文化圈、文艺圈、演艺圈、影视圈也都烂透了。这2天风暴再起，直击娱乐圈乱象。中央网信办重拳整治饭圈，国家税务总局处罚郑爽逃税2.99亿元，各大平台下架赵薇、高晓松。这次对娱乐圈的重击意味着什么？然后这是开头，杀气腾腾像有点像那个横扫没有横扫的气势但是也是杀气腾，他试图营造着杀气腾腾的氛围，然后后面就是一系列的铺排，我就不念了。第8段，从整治饭圈到处罚郑爽，再到下架封杀这个赵薇和高晓松，仅仅2天内发生的事情，我们有什么感觉？如果我们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看这一系列事件，就会从一些细节中发现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和发展趋势。这像什么？这句话像什么？像扯就是很能扯就有点像拉面你很能扯一下子就扯到国家历史的发展层面来了。这个水平有点差有点烂。这个硬拔，这是硬拔没有这种叙述的能力，他没有找到内在的关联，他就是硬拔上去第9段，然后他就说这段就很重要。他说从蚂蚁上市被叫停，到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到阿里被罚182亿和滴滴被查，到中央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提出走共同富裕道路，以及最近到对娱乐圈乱象的一系列整顿行动，都在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革谁的命呢？这我要问一下，革谁的命呢？这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吗？这不是习近平领导了10年的这个中国吗？怎么还要发生一场革命呢？这逻辑上不能自洽这文章就比较烂。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人民为中心的变革。什么时候中国会以资本为中心呢？难道你讲的是改革开放吗？改革开放是以资本为中心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因此这一场政治变革你看从这个政治变革说到了深刻的革命，又讲回政治变革，人民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注意他在讲人民正在重新成为这场变革的主体，所有阻挡这场以人民为中心变革都将会被抛弃。这想干嘛？这要发动人民运动，这要发动人民群众站起来这跟什么很像？跟横扫很像了吧？这个横扫很像。然后这场深刻的变革也是一种回归，向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回归，向着以人民为中心回归，向着社会主义本质回归。
这个话呢说的非常的，他话里有话，意思就是过去是不对的，我们要回归。那习近平执政了10年，他带领中国到底往哪里走了呢？为什么要回归呢？难道走歪了吗？所以这篇文章我们后面会讲啊，这篇文章其实是有问题，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逻辑上非常的混乱。然后第10段，这次变革将荡涤一切尘埃，资本市场不再是为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文化市场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红色回归、英雄回归、血性回归。因此，我们需要治理一切文化乱象，建设鲜活、健康、阳刚、强悍，以人民为本的文化。我们需要打击资本市场上大资本操纵、平台垄断、通吃、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引导资本流向实体企业，流向高科技企业，流向制造业。当前正在进行的治理培训机构、学区房开始的治理教育乱象，让教育真正回归平民化、公平化，使普通人有向上流动的空间。未来还要治理高房价、高医疗费、彻底铲平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啊，发抖吧？是不是要发抖啊？发抖吧！虽然我们不搞杀富济贫，对，你杀富不济贫，你们搞的是啊，但需要切实解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共同富裕是要让普通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分配中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次变革将给我们社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气象啊！当前对娱乐圈、文艺圈、影视圈的整治力度还远远不够，要使用一切手段打击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追星、饭圈现象，彻底杜绝社会性格中的娘炮和小鲜肉现象，真正让娱乐圈、文艺圈、影视圈风正气正啊！这个很像，这就有点像那个横扫了啊！我们的各类文学艺术工作者、影视工作者都要下基层，让普通老百姓、普通劳动者成为文学艺术的主人翁和主角。哎，这就有点像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这种调子了啊。好，他找了一个理由，他开始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干。他这么说，他说，当前中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越来越严厉的军事威胁、经济和技术科技封锁、金融打击、政治和外交围剿，正在对于中国发动生物战、网络战、娱乐战、太空战，力度越来越大。通过中国内部的第5中队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这像什么？像什么？这像不像这个文革时候的这个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就是第5中队都来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依靠那些大资本家作为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的主力，还在迎合美国的奶头乐战略，让我们的年轻人一代失去强悍和阳刚的雄风，那么我们就不用敌人打到，自己就先倒下了，就像当年苏联一样，任国家崩溃，任国家财富洗劫，任人民陷入深重灾难。因此，当前我们正在发生的这场深刻变革，正是为了应对当前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形势，正是为了应对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发动的野蛮而凶猛的进攻。这段话就表明了什么？明确了我们做的前面的所有的动作，是有一个战略的。这个战略就是对付美国。我不知道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教培行业团灭是为了对付美国啊，但是他就硬拔出一个战略来啊。最后一句话他这么说，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开始，不仅资本圈，
不仅娱乐圈，不仅要摧枯拉朽啊，而且要刮骨疗伤，还要清扫屋子、清新空气，让我们社会更加健康，让社会主体能够感到身心愉悦。啊，这篇文章就是这样啊。我大体上重点我已经拿出来了，大家都念过了。第一，这篇文章当然代表了习近平的声音啊，这不是一篇普通公众号的文章啊。这篇的标题上来，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是习近平的话，这是习近平最常用的语言，叫人民的获得感啊，人民的获得感就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所以他标题里面上来就写这个，这是写给谁看？这写给习近平看，所以这篇文章肯定是习近平受益，至少是这个作者是摸着习近平的脉搏写的说的话，这是第一个，这第一条。第二条，这篇文章显然是在模仿这个文革的这个檄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文化大革命是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开始席卷全国的啊。那么目标是什么？啊，目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啊，这是第一句话。它的任务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啊！这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标出来的一个任务。方式是什么？横扫啊！逻辑是什么？其实文革是有一套逻辑的，它的逻辑就是剥削阶级枪杆子被缴了，硬把子被人民夺回来，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在，所以我们推翻了他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子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这个统治了人民几千年，垄断了这个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欺骗、愚弄、麻痹劳动人民，所以用来巩固他们的思想。所以我们要反过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共产党要重新这个欺骗、愚昧、麻痹劳动人民，代替。其实讲到底就是共产党要把这个他所谓的剥削阶级干的事情重新干一遍啊。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最后一句话，所以最后他一句话是什么？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人类历史空前的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的，这就是横扫。这个话跟刚才那个话是不是很像？非常像。文革就是从文艺界开始，这场习近平的文革就从赵薇开始啊。这是第二，他在非常的清晰的在模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反映了什么？这反映习近平的成长历程。习近平就是在文革中成长，他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讲这些东西对习近平很入耳啊。这是第二点，就是他的模仿啊，横扫。第三，这到底是不是一盘大棋呢？啊，你看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结论，
习近平过去半年，这个又是各种打地鼠啊，这个灭霸响指啊，意思就是他在下一盘大棋啊。虽然你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联系，但是这是在一盘大棋上的各个棋子而已。这是不是一盘大棋？当然不是啊。为什么？这是一场千岛湖式的权力任性，再由无耻文人进行打哪指哪的修饰，这是我的判断啊，这是我的给他的结论，就是过去半年发生的这一切，到了今天这篇文章，是我重复一遍啊，是千岛湖式的权力任性，再由一名我不知道是一名还是几名啊，由这个无耻文人进行的打哪指哪的修饰，叫啪一枪打到这里，闭着眼睛啪打了一枪，然后这个人就跑上去画一个靶心，再画一个圈圈，哎，你看又打中了10环，再打一枪又跑到那儿去画，大概是一个这个动作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可以看横扫这篇社论是号角，吹响文革的号角，是命令，其实就是个下命令，全国各地开始文革啊。然后这篇文章更多的是什么？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总结和诠释，它是先有这一系列行动，再跑得过来讲，你看你们没有理解吧？我告诉你，这是一盘大棋，这是有战略的，这是全是拿来对付美国人的。你疯了！你让这个上千万教培行业的人失业，是拿来对付美国人。你不让这个小孩子上网，你不让这个游戏公司做游戏，是拿来对付美国人。你把这个赵薇封杀，把这个是为了对付美国人，你疯了吧？你疯了吧？真的是，这个逻辑能自洽，你啥事儿不能干？你啥事儿都能干，好吗？所以呢，你可以看习近平过去半年这种打地鼠、这个灭霸响指，他背后完全没有逻辑，完全没有逻辑。他既没有政治学层面的逻辑啊，虽然我那天看见有一个节目里面解释说，习近平这个过去半年打地鼠，经济层面打地鼠，可能是他想这个脱虚向实啊。你可以看啊，过去整治这些行业都不是实体经济，为什么？因为美国跟我们关系不好，我们要想办法，那些虚拟经济呢，不能够有危险。我们主要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这篇文章也讲到发展实体经济。你想一下，你用脑子想一下，有常识好吗？那还是个博士啊！你用脑子想，实体经济是干什么的？中国的实体经济就是出口啊，出口啊！你把其他的经济全打下去，然后你去搞实体经济，搞实体经济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的所有的经济都集中在制造业，你大概你其他的领域大概只剩下了1/3，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跟西方国家关系搞翻了，你以为你的制造业能活啊？怎么可能能活？中国制造业60%在出口，好吗？中国要是没有出口，制造业要跌掉60%，一样的，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习近平过去半年打地鼠、霸王灭指，他既没有经济学上的逻辑，也没有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逻辑，他就是一个肆意妄为，就是个权力的任性。所以呢，这篇文章呢，就把这个事情全部放在一起来，找一个什么呢？找一个理由，找一个什么理由？找一个敌人，就是美国。美国在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做的这所有的事情，是有一个统一战略的。这个统一的战略是干什么？统一的战略就是对付美国。你想一下，你把你的资金链断掉，你把你跟国际资本市场的关系切断，你把让这个上市公司的市值
一下子损失了1万亿美元，你让自己在自己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在自己身上割肉嘛，不断的割肉，割，这个行业割掉一块，那个行业割，你是为了跟他打架，你疯了，你跟他打架，你应该让自己强身健体啊。你现在浑身割肉，割得自己爬不动了，你知道你跟他为了跟他打架，你讲得过去吗？讲不过去，逻辑上不自洽，所以这没有一盘大棋，你只看见到处扔的到处的这个棋子而已。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篇文章没有法定地位，哈哈，这又不一样啊。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公众号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不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不是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说明什么？第一，不是党内公示，也没有经过党内正常程序。党内正常程序像这种级别的文章，一定要过政治局的。他这篇文章显然是没有过政治局，他只让别人发个公众号，但是习近平利用他控制的中宣部、网信办安排全中国的官媒刊登这篇文章，说明这是什么？这是习近平的私货啊！习近平利用这个，一方面呢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另外一方面他在试探什么？试探他的政治对手啊，这是第二点。所以这是一个私生子，习近平的私生子，就是不是正房正妻生的孩子，是跑到外面自己乱搞生的孩子。但是呢，他又敲锣打鼓把他迎回来，迎回府。他想干嘛？习近平是在做一个政治冒险。他做政治冒险什么意思呢？他要警告他的政治对手，或者是威胁他的政治对手。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你们。什么方式？文革的方式啊。说明什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说明习近平在连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这篇文章其实非常准确地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和处境不妙啊，他需要搞一场运动来阻吓对手。那为什么他会在他的连任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呢？我相信是过去半年持续不断的这种昏庸的政策啊，这种昏庸的政策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把中国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他自己还在这篇文章其实是很混账的地方，说是他讲了一大堆中国现在的乱象，各种乱象，当然是他所谓的乱象。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你他娘的执政了10年，你怎么会在你执政了10年之后发生这些乱象呢？对吗？你如果其实这篇文章其实没有帮习近平，这是把习近平往坑里的。为什么？你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你习近平没有领导责任？肯定有领导责任嘛，用共产党的政治逻辑来解释，你这个有主管领导的责任，也有领导责任。你最大的那个站在顶上的那个人，肯定有领导责任，你跑不掉的，你这怎么跑得掉？所以过去半年，他这篇文章是帮过去半年习近平这一系列的，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一系列的昏庸政策，找一个非常庞大的政治正确的战略理由。他只是这篇文章的任务是这个任务，但是无论如何，过去半年时间，半年之内，习近平推出了一系列我们叫祸国殃民的政策。祸国殃民就是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不管，我对中共的政权我没兴趣，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件政策、每项政策的下面，都有无数的老百姓在破产、在失业、在失去他们的经济利益。这为什么会这样？
刚才我们说我无法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这么干，干这件事情很愚蠢，就有两个问题啊，就有两个，第一个认知缺陷，习近平成长在文革当中，没读什么书，小学博士，啊，他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深入社会的基层，他就是一个官二代，他浮在社会的上面，他没有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所以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缺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独裁的盲目和权力的任性。独裁的盲目，独裁嘛，底下人不敢说真实的情况，他只说他爱听的情况，那他就盲目，对事情不了解。还有就是权力的任性，我想怎么干就怎么，我这么干的唯一的理由是我可以这么干。这种情形哈，这种情形非常像什么？这种情形非常像文革前毛泽东的情况处境。毛泽东之前就是这个大跃进，大跃进下来饿死人，饿死人之后怎么办？饿死人之后，党内对他有意见，退居二线，失去权力，失去权力怎么办？搞场文革，把权力夺回来。文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经典的这种夺权模式。习近平你可以看，习近平现在就是面临的连任，明年就要连任，明年连任，然后连任之前出一系列的昏招，噼里啪啦把这个经济搞成，把中国跟对外关系搞烂，把中国经济打烂，把社会打烂，各种任性，各种任性，党内有反弹，党人有意见，连任不同意，不支持，不赞成，不支持不赞成怎么办？恐吓一下大家，你看我可以搞一场文革的哦，大家发动群众，他这文章里面讲的发动群众啊，我刚才怎么念到了？就讲大家一记住，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客，一喊人名的时候，他一喊人名的时候，他就要干坏事了，他就要干坏事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一样，你们记住，当你听到了他一喊人名的时候，他就要干坏事了。到哪去了？我不念了吧，我不念了。这是所以呢，我就讲习近平的处境和中国现在的政局和文革前夕的政局有非常高度的共性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好，问题来了，习近平到底真的能够？我们且不说他的意愿啊，这篇文章其实反映了习近平的某种意愿、某种用意，或者他只是发表一篇文章吓唬他的政治对手，阻吓他的政治对手。但是毫无疑问，他在告诉大家，我可以发动一场文革。好，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习近平有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文革，或者是习近平真的在发动文革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场文革真的发动起来？啊，我请大家讨论，请大家发表你们的意见啊。那我讲讲我的看法，讲三件事，我发表三个看法。第一个，历史条件，就是当今中国的政局当今中国的政局和1966年的中国政局，他们的历史条件有什么差异？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什么？共同之处都是独裁，中共独裁，中共本身，中共政权独裁，中共党内独裁，这个政治条件是一致。而且前面的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是他大权旁落，他被架空，上面是刘少奇，左边是邓小平，右边是周恩来，这个铁三角把毛泽东架空了。邓小平管党务，周恩来管国务院，然后刘少奇在上面当国家主席，这铁三角把毛泽东架空。
毛泽东架空到他最后连文件都没得看，所以他非常生气，我必须把权力夺回来。他就利用他的声望去夺权，发动文革。当然，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他是有一个国防部长，军权在林彪手里，他搞定了军权，这次铁三角就废了，铁三角就不敢动，因为他手上有军队。当他手上有军队的时候，他就发动文革，这铁三角就被摁在地上摩擦了，结果是一个这样的结果。现在的情况是，其实习手上是有军权，这没有疑问啊，而习掌握的主要的权力还在他手里，但是他连任遇到了挑战，他会不会发动文革我不知道，但这篇文章肯定是预示他有发动文革的这个条件啊，所以从政局上来看，现在的习他的权力比毛泽东大。毛泽东当时是已经没有权力，只是他控制了军队，他利用这一点来发动文革。那么习的条件比毛的条件还要好，因为他的权力更大。但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人已经知道文革对每一个人的危害是什么，所以这一点跟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前车之鉴嘛。但是另外一条，所以历史条件有点不同，就是当时当时的条件跟现在的条件，现在还有一个条件，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也不是那么闭塞，这是两个历史条件有不同。那么另外还有一条，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现在中共的权力非常的集中，而且国家力量非常强大，但是同时双方又经济情况有点像，中国现在经济情况现在非常危急，但是经济实力还是很强大啊，所以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历史条件有共性也有差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民条件也有共性也有差异。国民条件的共性就是被洗脑，共产党在洗脑。那么当然，原来的这个国家机器虽然不很发达，但是它很单一啊，非常单一，所以国家机器很强大，很单一，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的国家机器非常的发达，但是没那么单一。为什么？互联网无远弗近，虽然有防火墙，但是也不是不可穿透。所以国民性呢，国民条件呢有差异啊。那么还有很多人出国看到世界真实的情况等等，洗脑是共性啊，国民条件有差异，国民条件现在受教育程度等等都不一样，所以也有差异。但是第三点，我认为后果是共同，就是严重的后果，而且我认为现在的后果会比以前更严重。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类社会，现在的国家更脆弱，比以前更脆弱。因为现在的国家建立在一套非常高效的系统当中，这个系统越精密，它其实是越脆弱啊。所以呢，如果真的发动一场文革，它造成的后果比原来会更严重。所以第四点，我号召大家站起来，反对这件事情，而且大家要尽量的把这声音传播出去。请大家，我在这里特别请求大家帮助我，把我们今天这个视频传播出去，告诉中国人民真相是什么，不能盲从，要独立思考。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我希望大家能够今天把我们互动的主要的内容集中在我们今天的核心的主题，就是习近平想发动一场新文革上面的来啊。我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就是关于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发动一场文革，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这样。那么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这里我特别提醒啊，请求大家帮助我。第一，
推荐你的亲友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尽快的成长。第二，请大家尽量的转发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我们的声音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虽然未必能够做到，但是我们尽力而为啊。好，明谢 Ancon 谢谢 Harry 冯谢谢 Helen 谢谢木村谢谢 Jackie Pin 谢谢郝林谢谢 Kiki 谢谢骂的痛快。我在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下就是现在最近翻墙也不大容易，那么有一些网友要想办法帮国内的亲友推荐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入我们的 Patreon 的音频服务是不用翻墙的，你只要让他找到一个链接，放到你的这个音频播放平台上面去，以后就定期会更新，所以这是免翻墙的一个服务。所以，我请这个大家，网友翻墙不方便的网友，或者是想让国内的亲友听我的节目的网友，都可以加入 Patreon。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产品，就是音频服务，免翻墙的音频服务。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不想看广告的网友，你可以订 Patreon，上面是没有广告。OK， 好。观点：虽然腾讯号称，青少年在游戏收入占比很低，但其实对未来的收入影响巨大。青少年如果都不玩游戏，那成年以后不可能突然喜欢上玩游戏，何况年龄相近的朋友也没有这个氛围。OK， 当然他不跌，肯定是庄家不想让他跌呗。观点：有很多青少年孩子已经有独立意志，网络游戏的问题，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家长感觉只能引导，不能强制。但这样的强制化，个人认为会引发很多灾难，次生灾难。很多孩子并没有犯罪，却得了剥夺游戏的权利和强制执行。OK， 观点：习强行集权，但任性用权已经让原本生机勃勃的经济千疮百孔，妄图用集权体系给国民洗脑，但很多国民已经觉醒，经济的下行预计对 CCP 的执政造成麻烦，为了官民对立可能会加剧。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很就是经济的下行，其实我们经常讲经济下行，经济下行看上去是一个经济学的评价，其实反映在什么？反映在大家的口袋里，就钱包少了，钱少了，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紧张了，这个是非常好的教材。我一直讲，洗脑你就使劲洗吧，怎么洗都没有用，为什么？你最后现实会教育小粉红，就那些天天喊口号的小粉红，最后他们家拆迁一次就全懂，拆迁一次就全懂强制一次就全懂观点：习以个人的得失好恶肆意妄为，施政8年多，不仅给全体华人挖了个大坑，他对权力的贪恋，比起任何人的贪腐来说，更让人感到窒息、愤怒和不耻。令人痛心的是，当下的大陆儿童和青少年又沦为荒蛮一代。观点：文革是肯定会出现的。从目前的来看，习近平想当皇帝想疯了。然而他自己的学识有限，所以只能学毛泽东。而毛泽东自己说，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建国和文革。建国使他获得最大的权力，文革让他打倒所有对他有威胁的人，直接封神。所以习近平肯定会发动的。从最近的动作看，都是为了文革做准备。比如洗脑、打击各种行业和文化，和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的准备和环境太像了。OK， 提问：毛时代崇尚人定胜天，把自己摆在上帝视角，对经济和社会乃至普通人全方位控制，搞到最后经济崩溃。习看起来又在走这条路，请问王老师，难道他以为当前的数字集权
比毛时代的集权更高明有效，他的信心来自何处？讲的非常的对。中共现在对他这一套控制体系很有信心，这是他信心的来源。他觉得他的控制手段非常的高明，数字集权帮助，其实数字集权帮助中共政权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占比很大这个占比，我觉得数字集权给中共极大的信心所以他认为这条路原来中共没走通，没走通是什么？工具不行，他现在有工具了，我想看谁就看谁，想控制谁就控制谁，他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觉得他有信心。但其实呢，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有偏差的，中共对自己的判断是有偏差。当然，核心的是习对自己的判断有偏差，因为东升西降，你看看东升西降了吗？观点：中共最近的一系列动作都是为了回归实体制造。中共认为所有的虚拟经济都是占用大量资源而无法为社会稳定提供作用，打击互联网，鼓励大专，砍掉教培，都是为了这个，这也是内循环的目的。其实我当初解释内循环在中国行不通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理由。中国有100座做显示器的工厂，中国生产了全世界60%的显示器电脑显示器。那么如果你内循环的意味着什么？内循环意味着你大概要把100座工厂砍掉90家，剩下10家。为什么？因为你出不去了，出不去，你90家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用，10家工厂已经足够生产全中国人使用的显示器，这就是后果，这就是非常简单的后果，就是有90%的工厂都要关门。你要内循环，你以为制造业，你把资源放到制造业你就搞定了吗？不是的，不是的，你把钱全部放到制造业，你去继续盖工厂，盖完工厂东西卖给谁？工厂需要资源，谁来盖？怎么盖？资源从哪？资本从哪里来？资本从市场来，资本市场来。你在打击资本市场，你怎么筹集资金盖工厂？经济它是个循环，你说我这部分不要，我只要这部分，你不要这部分，你想要这部分你要不到，这就是经济的关系，很简单的逻辑常识，经济学常识。观点：整肃文艺界是上一次文革的铺垫当社会上开始传演员凭什么挣那么多，没有工人农民你用啥吃啥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有一名人曾经说过，等枪响你再跑已经跑不掉观点：这次对文艺界的行动其实早就开始了，从把赵本山逐出央视开始，反对低俗文化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当时一盘大棋还没有形成，整体时机还不够成熟而已。第一夫人是文艺界，她的倾向不可忽视的因素，这跟江青很像吧？江青也是文艺界江青是演员，而且是个明星。这个彭丽媛也是演员，是个歌唱家，他们也很像，很像。所以习近平就往里面套。你看，我老婆也是搞文艺的，江青也是搞文艺，你看我是不是也得，对吧？也得搞一下观点：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之前靠经济发展改善中国人观感和生活的执政形态无法持续，在老百姓对现实反转产生抱怨，甚至反思到来之前，他们急需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用公平和政治正确为由，重新用暴力统治社会氛围，用愤怒和恐惧控制人心，来巩固他们的统治。非常对，我要摇一下铃铛，说得很好，我非常赞成。观点： CCP 推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一直给人民洗脑说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坚决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国内大部分人都
不觉得这个马列主义有什么问题，也从来不了解真正的马列主义到底是什么鬼。就上面这一点来看，CCP 眼里根本无资本市场。就在现在这种氛围，像极了文革2.0，一味的喊口号，制造和煽动阶级矛盾。观点非常同意王先生对习近平种种行为解释为无系统的乱搞，而不是什么深思熟虑。很多媒体和专家在这点上都看错了，为习近平设想出一大堆理论，没有理论，他是千岛湖的胡作非为和权力任性。没有理论，没有战略，为什么？这跟谁很像？大家想一下，我不说啊。大家想一下，我不说。千岛湖的政策，就惊天动地的打地鼠，看见有个头出来就打一下，跟背后没有逻辑。观点回归实体制造，其实跟苏联国体差不多。其实习近平不读书，他的认知也不一定对苏联彻底了解，只是觉得这样的社会产出更好，这样的社会也更容易控制，非常对。这个我要摇一下铃。观点：习近平是很想发动文革，但是个人认为，就是我认为，不要讲个人啊，你没组织，你讲个人干啥？就以后的我们都讲我认为就好了，文责自负。要把话讲出去的话承担责任啊，就是说我认为文革2.0难发动起来，现在的世界趋势已经和毛泽东时代不同了，何况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流行躺平主义，文革2.0的下场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躺平啊，有道理。观点：新文革刚开始会由于行政高压会很高调热闹，但很快偃旗息鼓。因为社会主力70、80、90后绝大部分根本不认同文革那一套，所以反弹很大，阻力很大。也对，有道理啊。观点：习近平难以发动66年式的文革，他没有毛泽东那种极大的个人威望。你觉得毛泽东是威望吗？毛泽东那是个人崇拜。人民不会再像崇拜偶像一样崇拜习或者是中共，习只能完成一次对毛的拙劣模仿，那是刻在他青少年时代的铸造了他世界观的毒瘤。非常对，摇一下铃。观点：习近平没有条件发动文革，文革的条件有个前提，就是对毛泽东无理性的偶像崇拜，但明智已开。多数人是基于恐惧不说，但心里明白。因此，习近平可能觉得他能发动文革，但他能发动的只有镇压或者内战。有道理。观点：习近平可能发动文革，因为当法律不再被执行，人们会因为做坏事没有后果而暴露人性最恶毒的一面。有道理。不是所有的人对未来都抱有希望。对于那些早已经一无所有的人来说，砸毁别人拥有的东西，哪怕会毁灭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未来，也担心。不穿鞋的人在这个时候的破坏力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如同塔利班的恐怖分子。后面这句可以不要，但我觉得是对的。为什么？我了解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真的过到明天都很困难。很多这样的人，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种过到明天都很困难的人。如果这些人你告诉他，来，你跟我来，我们去把那谁谁谁给干掉，我们就能住他的房子，用他的东西，睡他的床，你看有多少人跟你干？真的很多人。所以这个网友说的，我得摇个铃，有道理的。中国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种人。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人性恶的破坏力啊！观点：现在的文革不会像毛时代那么激烈了，表现形式是高层的权斗和更加严格的管控，但是不会波及底层之间的大规模文斗武斗。习时代应该算是精致版的文革，精准打击政治对手。
我同意一半。我同意一半是什么呢？习时代应该是精致版的文革，这个我同意。就是中共对局面的控制能力应该更强，因为有数字集权工具，还有网络管控工具，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同意。但是，中共权斗的特点是什么？是一定会溢出宫廷的。中共权斗没有一次不局限在宫廷之内，每次都溢出。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中共权斗的特征，就是宫廷内部跟宫廷外部同时发生共振，所以一定会溢出。观点：习近平不能发动文革，因为上一辈受过文革苦难的人大多还在，他们深刻地体会到文革的危害，所以不可能再次接受自己的儿孙参与动乱。但万一他不叫文革呢？他叫一个其他的名字怎么办？这是个问题啊，这是个问题。他叫一个其他的名字，那他的父辈就没有看到一场文革，只是一个不叫文革的文革。有没有人真的把这件事情挑明呢？他控制舆论，没有人把这事挑明的话，那他的父辈就不一定能够辨认出来啊。所以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局限啊。观点：发动文革的几率比较小而已。当今中国的政局在城市里，老百姓有房贷的压力，农村有生存的压力，而且习没有毛泽东的权威，军队也没有完全对习个人效忠。内部条件，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外部环境已经没有一个苏联作为中国的盾牌。发动2.0文革只会把现有的劳动力牺牲掉，剩下的只有童子军和老弱病残，所以习发动文革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国内的人们被洗脑程度也很严重。你现在洗脑的严重程度还能比文革时代吗？比不上吧。文革怎么会有人异议？文革那个时代，只要有人异议，直接就杀掉了，反革命直接枪毙。所以现在当然社会的开化程度、开放程度不是1966年能比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那句话，社会底层人民的这种抱怨、这种愤怒，现在是被压制住了。万一有根针把这个气球给戳爆，它产生的这种爆发力，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想象得到啊！大家没有想，老实讲，我们在这里翻墙看我的节目的人，大部分99.99%都不能够理解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啊，都不能理解啊。观点：习近平不能发动文革。发动文革首先要发动群众，当年首先煽动起来的是学生，主要是解放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是狂热的毛粉。200斤发动文革要去煽动哪些人？学生，要发动，我觉得还是有的。观点：目前走向文革并不是习近平因时制宜，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铺垫，而且中国有人很早就知道会走这一步，并且预先做出调整。既然这些人花了这么多功夫准备，如果没有外力阻止，再来一次文革恐怕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观点：习近平不会成功的发动文革，因为从掌权至今做的每一件事情虎头蛇尾，足球、钓鱼台、搞台湾，但是他在搞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无以复加的破坏。他就算不能完全得逞，所有的人都会因为他的愚蠢和蛮横买单。有道理，说的很有道理，我同意啊。官场观点：从官场情况来看，现在政府的官员能力和60年代差不多。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技术官僚，自习上台以来，技术官僚已经基本被废黜，全是权术官僚、马屁官僚，和60年代差不多。从社会情况角度来看，习上台以来，数字集权、网络洗脑
CPI 年年高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内卷严重，疲于奔命，失去了思考能力，跟风吃瓜成风，人云亦云。这种情况下，习发动一场文革难度估计不大，但以他的才智，就算发动文革，也是东西南北风乱刮。有道理，有道理，同意，总结的很到位。观点：文革很难成功。毛时代的群众基础也好，农村的供销社等社会结构早就随着改革开放消失了，基层的动员能力已经远远不如毛的时代。文革开始后，各地可能假装响应，阳奉阴违。哎，你说的正好，合作社已经出来了，供销社也恢复了。你说的群众基础全部都有，网格化已经形成了，全国的城市网格化，农村供销社跟合作社已经起来了。所以你说的这个动员能力，你别说，习近平还真的建立了。观点：新文革出现的概率极低。一，习没有临场煽动能力。希特勒、毛泽东等人动员暴民，无不是大规模的集会，但习的集会下面都是一群按指令拍手的机器。二，网络上的极端言论不代表中国年轻人，他们主要是发泄对现实不满，缺乏奉旨造反的勇气。OK， 观点：习不可能放权，拼死保住，因为得罪人太多，没了权力必死，所以会极力通过文革保住权力。同样的洗脑，同样的封闭，现在正在大力扩招城管，很担心未来的红卫兵。新疆现在就是文革，新疆现在的确是文革。观点：文革没有清算，就一定会重演。中国历史就是不断的变着花样重复，前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而使后人复哀后人，讲的就是这个。观点：文革不会重来，但是文革 2.0 一定会用某种形式重来。有2点，当今社会和文革前非常像：一，防疫政策堪比文革前的大跃进，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全部打乱；二，全面的外交孤立。这个要摇一下铃，说的非常的好。观点：新时代的文革是网络文革，现代网络身份是第二人格，尤其是实名制网络集权中华大地，非常对。观点：新的文革会充分发挥数字集权工具和信用系统的力量，不会充斥着暴力和流血，但一样会让人生不如死。不同意，中国一定是暴力和流血。为什么？你看一下这个网络自媒体财经的，上来先抓3个人再说，对吗？怎么会没有暴力？一定是暴力，一定是流血，一定是暴力和流血。在中国发生这种群众运动，最终一定是暴力和流血，没有别的。你千万不要幻想。观点：现代版的 2.0 文革会比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更恐怖，收割的更精准，因为有互联网大数据监控，而方式不会是毛时代的那种形式出现，以习思想进入中小学教材，渗透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开始，已经听不到真声音。大家有一个幻想在这这几个观点第一个，大家认为这仅仅是发生在网络当中，不会在现实中流血。你们对共产党太有幻想了。共产党的基因是什么？共产党的基因就是2个字暴力暴力一定会导致流血的。你别说他只会在网络上暴力，你开玩笑，你看看现实当中，他一定是线上线下配合的。不会只有网上暴力。观点：习一旦发动文革，有可能彻底推翻他们的统治。他没有毛的威望，每个人都在讲毛有多高的威望。毛除了这个个人崇拜以后没有威望，那是个人崇拜，那不叫威望而且对外开放那么多年，民智还是在开放，他控制不了人民，他的办法是打散各种团体。现在他自己发动文革，集合人民，万一控制不住，人民调转方向，
它就完了。而且小粉红中很多人是装睡，到时候反水会很快。观点：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党员和公务员，这些人都可能是 CCP 不劳而获的洗地僧，他们可真的不希望中共毁灭。不管发不发动文革，他们都会站在中共一边，因为中共的毁灭等于砸了他们安逸的饭碗，有道理。所以为什么给公务员加薪啊，给解放军加薪啊，就这个道理啊。观点：不相信文革会像上一次一样发生在街头，因为那样将冲击中共构建的维稳体系。任何可能发生在街头的运动都会被引起中共的警觉和压制，更多的可能是发生在网络环境下，更加普遍的网络暴力。这是真的，但是一定会与线下的暴力相配合。观点：文革容易成功，部分中国人为了利益，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就算他知道这不对，何况底层很多相互敌视和妒忌情况。朋友的父亲经历过文革，家里有个公司，收入不错。聊过有没有可能再有文革，他父亲说大不了把钱和房子收了。很多人其实对文革的记忆很认识并不深刻，不知道我党不仅要钱，还会要命。提问：事宜时宜，习还在刻舟求剑，盲目模仿毛。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感觉像闹剧。请问王老师，无耻文人写这样的烂文，暗示发动文革，就不怕自己一样被斗吗？说得非常的好。其实我提醒一下那些五毛，也提醒一下那些助纣为虐的这些帮闲帮凶们，你们记住，你看一下文革你就知道，所有的帮凶，所有的帮闲，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为什么？文革这个怪兽其实会反噬，反噬是文革的基本特征之一。为什么会反噬？我刚才讲的那篇文章就有用，因为他在挖坟。文革的特征就是挖坟。现在互联网也在挖坟，挖坟就是找出你历史，把你之前所有的东西全部翻出来，细细的过筛子，有没有跟现在的政策、有没有现在的说法相抵触？只要有，你就死定。你想一下，你的人生这么长，会不会？而且现在互联网比那个时代更精确的记录每个人的言行。你想想，只要挖坟在，没有挖不断的人设。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所有的人，就算是你当红辣子鸡，权力当红辣子鸡，你也跑不出挖坟来，后果是一样的，所以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那些帮凶帮闲，别以为你跳得欢，你现在受上面的宠幸，迟早轮到你。去翻一下文革，你看看那个什么海瑞，叫什么，那个国防部长叫什么来着？忘记了，跳楼摔断腿，还拖着去批斗。包括像陆定一这种洗脑高官一样被斗倒，为什么？都是一伙的，都是当初也是当红辣子鸡一样的，被批斗的这些人都是当年被重用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幸免，包括帮凶帮闲。观点：习把中国人带进他的狭隘的世界里，他的很多东西都被时代抛弃，都是被时代抛弃的垃圾。最近网上流传2个录音，展示了人们非常理性的抵制强制打疫苗，非常理性的教育强迫乘客留个人信息的保安，告诉他们他们的作为是违法，文件不是法律。感觉有很多墙内的人是清醒的，习想发动文革不太可能，而且习没有想象力去把文革打扮得更吸引人，这也有道理，也有道理。观点：文革2.0的形式除了网络监控，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看看多少大学教授、维权律师被抓、被晋升、被扣帽子，书和一些影视作品被禁就知道了。观点：中共讲的以党领政，而不是以人领政，所以
当个人崇拜的文革起来，党内大概会用以党领政攻击个人崇拜，接着就是非常血腥的党内斗争、清洗跟暗杀。观点很希望王先生能继续在念完很赞成的观点后摇铃，这很酷，很赞赏，很酷，谢谢明谢周明谢谢，高喷塞谢谢 ，Jenny Lee 谢谢李银伟谢谢，李志毅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加入我们的 Patreon， 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提醒一下，请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